Hello， 大家，我的新手机终于到了。之前看过很多以这个视角开箱的博主，所以今天呢，我把相机换了个方向，跟大家一起来开箱一下我的新手机。我的手机是在CBonga 韩国这边的一个购物网站上买的，也是苹果官方的旗舰店，有点类似于淘宝的苹果官方旗舰店的感觉。iPhone 13 Pro Max 啊！我的天哪，我终于等到了！啊 ！Oh my god！ 哇哦！颜色还是很好看的。我先近距离的检查一下外观上有没有什么瑕疵，因为我看之前有后记说这次这个苹果的镜头里面有一部分朋友发现里面有灰尘，所以说其实我是拿这种家里面没有用的贴膜套装，然后一边去粘这个灰尘一边检查的。我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3颗镜头里面都比较干净。然后外面这一层的话，大家拿到之后也一定要好好的检查，因为之前有看到后记说外面的这个部分有收到有划痕的朋友，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检查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下，镜头和外观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给打开。Oh my god！ 屏幕多个角度来看也没有划痕，综合来看的话，我这部机子的外观上是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们现在来开机看一下。OK， 这个是我的 iPhone 11，然后这个是我新买的 iPhone 13 Pro Max， 简单的设置一下。然后我现在套的这个壳是这个牌子的，我把它打在下面。这个其实是我看 YouTube 上面每天，就是自从 iPhone 13上市了之后， YouTube 上每天都在出他们家的广告。据说还蛮抗摔的。然后我买的这个版本是就是他们家最抗摔的版本。套上这个壳之后，我称了一下重量，现在这个手机是306克，其实还是蛮重的。然后屏幕的保护膜我也贴了，我贴的是之前跟大家开箱过的这个肖特膜。这个膜我觉得比我之前 iPhone 11啊、8 Plus 呀买的那些钢化膜来说，感觉上摸起来会稍微的薄一点点，但是据说它比较好用嘛，所以说先用用看。然后现在呢，我就随便找一个这种介绍怎样判断iPhone 初期是否是不良产品的视频。这种视频里面就会有这种怎么说颜色变换的，让你检查你的这个屏幕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大概的看一下，我这次应该算是 iPhone 13 Pro Max 安全下车了，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个人感觉确实很重，因为从11直接跳到 Pro Max 的话，跨度还是蛮大的，重了不少。但是呢反正目前为止我看它是越看越喜欢，所以说我还是非常满意我这次的手机购物。 Hello 各位，世界真小。我刚刚下楼的时候又碰到了一个看我视频的朋友，他虽然不住在我们这栋楼里面，但是他的朋友住在这儿，他是找他的朋友。哇，好开心，在这里给你打个招呼，嗨。Anyway， 现在我打算出门转一圈，打算去买一个美瞳，因为我的美瞳快用完了，还打算去星巴克。今天的圣诞饮品还没有买一共要买17杯，我现在已经买了6杯了，还有11杯，开心。依旧是来大学路的这家 Olens， 我的所有的美瞳，无论是1个月的还是 one day 的，都是他们家的。네，감사합니다。
巴克里的光也是黄的可以啊。我现在看显示屏里面镜头里，我的脸超级的怎么说，又泛红又泛黄。冰的太妃榛果拿铁，换了低脂牛奶，然后本来托尔塞子里面是3磅糖浆，然后我只放了1磅，然后顶上的奶油和那个应该是焦糖颗粒吧，这个我都选择的是少放。但我为什么觉得我只放了1磅糖浆，那个焦糖的糖精味还是那么重呢？一般太妃榛果拿铁每年我只喝1次，我觉得比起这个来说，今年韩国星巴克这边出的那个叫什么？我看一下，Golden Visi Latte， 就是地瓜拿铁会更好喝一点，没有那么浓的糖精味儿，地瓜的味儿还挺纯正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地瓜的，刚刚去买了美瞳，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特别舒服，就是我用它从来都没有过眼睛戴1天也没有很干的感觉，然后用了大概有2年了吧，一直没有换，用都是这款。我去问他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透明的没有颜色的隐形眼镜让我试一下，然后他说因为我是常客，所以说就给了我1小盒，打算试一下这个，因为过2天我约了那个 personal color， 就是个人的颜色诊断，根据你的肤色来判断你适合什么样的衣服，你的皮肤的色调是什么样的。在国内我看美妆博主们一般会说自己是冷皮或者是暖皮，或者是黄1黄2，然后粉1粉2这样来形容，但是韩国这边他们可能分的种类不太一样，更多一点，分的还挺详细的。做过那样的一个色彩诊断之后，它会根据你的肤色，然后告诉你你适合什么样的口红，什么样的底妆，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其实这个我想做很长时间了，它从2、3年前吧就已经很火了，这个色彩诊断，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去，一直觉得啊再等等吧，再等等吧，因为预约很麻烦嘛。然后觉得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我就要毕业回国了，所以说趁着还在这儿，赶紧约了一个。自我诊断来说，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暖皮，但是呢，因为我看了很多后记嘛，很多人都说去测完之后发现自己的肤色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还挺期待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买了一些口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有一点辣椒酱的颜色，就是红棕色里面带一点点橘调的那种口红。但是同样色系的那一个色系的口红，有的我用起来就觉得还可以，有的用起来就觉得不太合适。所以说我觉得做一个这种系统的测试，科学的诊断，更有利于我将来去买合适自己的化妆品也好啊，衣服也好。我还挺期待的，等等吧，等下周1去的时候看能不能拍摄，如果能拍摄的话，带大家看一看到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最近我特别喜欢用这个应该是红茶。如果国内的小伙伴们有知道哪家淘宝店有卖这个的，可以私信我一下。就是这应该是一个在日本的朋友给我带回来的，它里面是这种茶包型的。我最近一直在用这个茶包，然后泡茶之后兑牛奶，我觉得做出来的那个奶茶特别好喝。我就在淘宝上那个识图搜了一下，但是搜出来的这个牌子我不知道这个牌子应该怎么念，上面这是什么语啊？后面写的是日文，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这个牌子叫什么。搜出来的这个都是糖盒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大淘宝都找不到这个，所以如果大家知道哪里有卖的，可以私信我。稍微泡一泡，红茶就已经出来了。其实这个吐司吧，早上被我煎的有点糊了，但是我尽最大的努力把顶上糊的比较厉害的部分给刮掉了，所以说现在模样有点丑，刮不掉的地方我们到时候切掉就可以。因为这个香肠特别的咸，然后里面芝麻叶的味道也很重，所以一般这么做的时候，我是什么调料都不撒的，就已经很好吃了。刚刚叫了送菜上门的服务，今天这个是在陪大家民族上下单的。首先买了一个这个是猪的前腿肉，对，我是打算用来做白切肉的。其实我在韩国并没有尝试过做白切肉，因为每次我看那个食谱上又是放烧酒又是放香叶啊什么的，那些东西买了一次吧用不完，太浪费了。但是我前两天搜了一下，看到了一个有用可乐来做白切肉的食谱，挺简单的，只需要可乐、大葱还有大蒜，我觉得这些食材平时也能用得到，所以说今天准备尝试一下这个白切肉。家里没有鸡蛋，我就买了一盒鸡蛋，这次买的是白色的这个，然后一包生菜，家里的胡椒吃完了，买了一桶胡椒，然后一盒包饭酱。我这次买的是最便宜的前腿肉，其实做这个白切肉一般是用五花肉或者是脖颈肉的，但是正好这个有打折，我看也挺合适的，就买了500克的前腿肉，先去洗一下。首先第一步是放包好的大蒜，然后是大葱，然后他还放了整粒的胡椒，大概这么多。然后倒可乐。他说的标准是没过这个猪肉就可以。哦，看来1瓶差不多就可以了。觉得这个量差不多了吧，加上酱油应该可以没过猪肉。酱油的量是可乐的1/3，这个是355毫升，120毫升的生抽。其实到这一步我是有一点点怀疑的，因为它的配料其实跟咱们平时做的可乐鸡翅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个 YouTuber 说做出来不用担心太咸或者太甜。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会尝起来像可乐鸡翅，它真的就是这么煮的。好吧，我们来试一下。其实心里还是有点没底的，我怕它太甜了，因为韩国这边的白切肉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味道，
但是因为这个方法看起来真的很简单，不用放很多的香料，所以说就尝试一下，看看结果吧。现在火已经开了，我们开始计时15分钟，用大火不盖盖子煮15分钟。OK， 现在15分钟已经到了。现在整个房间里面闻起来就是有一股可乐鸡翅的味道。然后转中小火，把这个肉翻一个面。Oh my god！ 虽然我很想加点水，但是食谱上是没有加水的，所以现在我们转到中小火，盖上盖子，然后计时半小时。我刚刚又加了一点水，因为它快要烧干了。其实那个博主没有加水，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加水，还没有烧干。我这个是真的快烧干了，所以我加了一点水。现在家里的味道就真的特别像红烧排骨的味道。最后一步，把火关上，然后焖5分钟就结束了。然后现在等它放凉之后，切片就可以吃了。虽然我很不安，我觉得它就是红烧排骨的味道。这个面买了很久了，一直忘了吃。刚刚我把那块小的给吃了，其实没有那么甜，或者是很咸，还不错。哇哦，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是肉汁很多的。大家看一下，其实很多韩国人觉得前腿肉会很柴，其实用这个方法煮完之后，肉质还是很多的。国内的小伙伴们应该也可以尝试一下，不用大家买那么多的香料，然后也可以做出来白切肉。我觉得我一顿吃这么多应该就够了，所以今天就先切这么多。今天中午这一顿也是很霸道了。这里面是我今天早上买的生菜，它本身就是一个生菜的拼盘，苏子叶、青生菜，还有这个一般的生菜。韩国的生菜有很多种，我其实都分不太出来名字，我就知道它们是生菜。第一口的感觉是咸，我需要来一杯水，后劲有点辣。Oh my god！ 又辣又咸，不过还不错，挺好吃的。喜欢辛拉面的味道的朋友，如果你们不怕咸的话，可以尝一下，或者是你们不要把调料都放进去。其实我那个粉末调料还留了一点，没往里放，要不然更咸。感觉吃一口，这一天的盐分摄取就足够了。一个生菜，一个苏子叶，然后再放一个青生菜，3层。这个煮了将近1个小时的包肉，其实韩国人放泡菜和大蒜的比较多，但是我不太喜欢吃生蒜。然后如果买了泡菜的话呢，过2天我跟程姐要去济州岛，放在家里面也没有人吃，所以我就没有买。大家看一下，因为那个汤其实并没有进到那个肉的里面，所以它
不会很咸。可乐它不是有碳酸吗？会有让肉更嫩的作用。酱油放的其实也不多，但是猪肉的腥味已经完全被遮盖掉了，而且肉很嫩。可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国内小伙伴们如果想尝试简易的白切肉的话，可以这么试一下。这个萝卜包的也很好吃。刚来韩国的时候，连泡菜都不吃。我在国内是完全不吃咸菜的，就是一种腌菜。我妈很喜欢吃盐豆子嘛，但是我从小就一点腌菜都不吃。当然来了之后渐渐适应了，也就吃了。苏子叶，一开始我也是不吃的，但是后来慢慢的习惯了，吃了一次之后觉得还不错。它那个特有的香味吧，很多人不能接受，但是吃习惯了之后就觉得真的还不错。再见。这个面放到里面调味刚刚好，因为它比较咸。今天的早餐本来是想出去打卡那个大象贝果，但是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听见。我把窗户稍微开了一点，外面在下雨。我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所以说一直没有关注天气预报。没想到在下雨，所以家里只剩下一片吐司了。简单的做一个牛油果鸡蛋三明治，好久没有吃的食谱。这边吗？其实我有点搞不清楚，好像是这边。呀！Hello， 大家，我现在在霞鸥亭这边。今天约了这边附近的一个个人色彩诊断，
然后我早出来了一会儿，其实早上不是跟大家说我打算去吃贝果，结果没去成嘛，因为雨下得太大了。现在雨稍微小了一点，但是呢，那个很有名的库基里大象贝果，现在去基本上应该已经卖完了。我搜到了小艇这边附近也有一家挺有名的贝果店，所以说我打算去尝一下。这家在江南这边还挺有名的，叫 New York Latte Bagel。如果说没有下雨的话，坐在外面这个地方吃应该还蛮舒服的。买了几个贝果打包，明后天的早餐就有了。但是他们家的这个贝果看起来好像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尝一下，各位，我现在来了那个做色彩诊断地方附近的一个星巴克，然后点了一杯买什么来着？红薯，对，红薯拿铁。这个红薯的味道刚刚好。他们家这个贝果超级大，这已经遮住我的脸了。我买了一个三明治，因为我还没有吃午饭。2点44，快3点了。我约的是4点半的，估计还要再坐一会儿。这里的光好黄啊，不过看起来还蛮好吃的。这个衣服有点挂不住这个话筒，有点难办呐。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吃过那个伦敦贝果，我应该会非常惊艳于这个味道。它这个里面的贝果也很筋道，但是不是那种口感很扎实的筋道，是那种很暄软的筋道。我可能个人还是偏爱那种扎实的口感一点，就是咬下去之后能感觉到很紧凑的面筋的结构。这个就是很松软、很蓬的那种，藏也很好吃，很香。我看了，之前有朋友问我新手机的使用感受，这个视频发出去的时候，想要买 iPhone 13的朋友估计早就已经买了，但是还是简单的说一下吧。之前我看到有人说 iPhone 13的屏幕的使用感不是很好，就是会感觉有一点点伤眼睛，但是我个人是觉得非常舒服的，至少让我感觉比11用起来更舒服一点。而且大家都知道嘛，大屏看手机的话，看视频也好啊，还是如果你玩游戏的话也好啊，大屏会更舒服。当然随之而来的这个重量也是非常的感人，但是呢，一般就是我学乖了，你拿这么大这么重的手机，如果你躺在床上看手机的话，我肯定是会双手端着它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砸脸的情况。然后想想还有什么？之前我看到有朋友弹幕说韩版的手机会有拍照的声音，肯定是会有的，因为韩国、日本这边就是对偷拍控制得很严，为了防止偷拍的行为，所以韩国、日本机子都会有拍照的声音。归到那个中国的地区，然后插中国的卡的话，就可以取消掉声音。从 iPhone 13好像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它价格合适，所以最后我就选择在韩国买了手机。这包里面是我平时最喜欢用的腮红跟眼影，然后这个小黄包里面是我平时最喜欢用的口红。因为这个色彩诊断，他发那个简介给我的时候，让我准备我平时比较喜欢用的化妆品，然后带过去让他看一下，就是他会帮你判断你买的这些化妆品到底适不适合你用。其实我还蛮紧张的，因为我看
很多韩国的 vlogger， 包括一些明星在拍 vlog 去做色彩诊断的时候，就是他们自己想象的自己的肤色、肤质适合的化妆品，跟他们真正适合的完全不一样。我还挺紧张，我自己平时买化妆品的选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이제 수치한만 70까지 올라가면 보통 우리가 하얗다고 생각하는 피부. 그래서 정리하면 중간 말기에 약간 옐로우 톤의 피부시고 약간 창백함이 더해진 그런 피부라고 보시면 될 것 같아요. 네. 작년 이거 알았어요. 근데 작년에 시간이 없어서 못 받으시고 가기 전에 언젠가 한번 빨리 받아야겠다 하셨구나. 너무 그런 말 있죠. 웜톤은 다 오렌지색이 잘 어울리고 쿨톤은 핑크에 비해서 계속 언급해드릴 거고 그 세 가지 컬러를 오늘 꼽아보면 그냥 처음엔 취미로 시작했다가 이제 원래 했으니까 그냥 하는 거죠. 오래 했으니까 차단을 하기 위해서인데 살짝 더 밝은데 이 정도 명도까지 내려오진 않네요. 이 정도까지 어두우신 피부는 그거를 한번 여기 피부에 잡히는데 저희가 보는 가장 잘 어울리는 색은 그런 기운이 드는데 딱 올리면은 일단 눈동자부터 살아나요. 그래서 이런 거는 좀 조퇴하고 싶을 때. 그래서 저 오늘 교수님처럼 아파서 병원 가야 돼요. 이럴 때 엄청 투명하시네요? 네, 좀 혈관 좀 잘 보이긴 한데. 진짜 투명하시다 피부가. 네. 쿨톤이 웜톤, 쿨톤 많이 그렇게 자극 안 받는 짝이하고 这个是老师选完的，我的最好的颜色。我没想到我是冷皮，我的天呐 ！Hello， 大家，我现在刚刚回到家里。其实我现在对我这个整体的，就是化妆的颜色有一点点陌生。其实也没有画什么，就是按着老师给我推荐的粉底的颜色上了一层粉底，然后涂了一个口红，上了一个腮红，就仅仅是这样而已。然后其实从相机里面看，我也觉得好像还可以接受的样子，不知道大家的直观感觉怎么样。这个是老师通过色彩判断的选择给我推荐的颜色，然后我最后得到的结果，我是属于用韩语来说属于여름 쿨톤 클리어，翻译成中文的话应该是属于夏天的冷色调的比较干净的那种颜色。具体应该怎么解释，我暂时在中文里面找不到完全可以对应的。一开始老师在给我分色调的时候也犹豫了很久，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皮肤怎么讲，我来看一下当时老师是怎么形容的，我记下来了。对，我是属于中间的肤色，稍微偏黄一点点，基本上不泛红，也就是我脸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红血丝啊之类的，基本没有。然后有一些苍白，就是因为本身我的皮肤就是那种比较，按照老师的话来说比较干净的那种肤色，所以说其实只要颜色的明度稍微的高一点，无论是暖调还是冷调，都挺适合我的肤色的。然后后来他又让我涂了好几种颜色的口红，一个一个来试，最终确定下来我是一个冷皮。也就是说按照国内的粉底液的分类来看的话，我是适合粉调的粉底液的。这个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但是后来我把我的那个气垫拿出来给老师看了之后，我现在用的是 YSL 的那个气垫，用的是20色号。然后老师一看 YSL 就说他们家的粉底液基本上都是偏粉调的，所以说你用这个很合适，我不意外。我说好吧，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又看了一眼我带过去的化妆品，他看了一眼说基本上你的化妆品可以重新的换一遍了。但是其实我自己还没有接受我现在脸上的这个口红的颜色，不知道大家看起来怎么样。反正这样看起来好像也还可以的样子。아무튼这就是我的一个肤色的判定。然后他给我推荐了一下适合我的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色卡。
整体这张色卡就是明度非常的高，然后最适合我的是中间这一排的这个颜色，不是说就让我穿这个颜色的衣服啊，只是说，这些颜色的东西会比较适合我。老师给我的建议就是夏天穿一件非常白、水洗白的 T 恤，然后穿一个深色的牛仔裤，然后搭配银色的首饰，最后再背一个类似于这种颜色的包啊，或者是饰品啊作为装饰，这是最适合我的一套打扮。我自己其实还蛮期待的，夏天可以这样尝试一下。然后这个检查还包括帮你推荐你的美瞳的颜色、你的发色。我的发色是适合那种稍微偏深一点的发色，然后可以偏红一点或者偏紫一点，这两种颜色。过段时间去头发再长一长，染发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参考老师的建议去长个头发。对，这就是我今天做了这个色彩检测之后我的结果。其实我还是很意外的，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是一个冷皮，这是真的没有想到的。我一直非常坚定的认为我是一个暖皮，因为我的肤色偏黄嘛。但是后来我发现，原来偏黄的肤色也可以适合粉色调的粉底液，也可以是冷皮。所以其实今天的收获还蛮大的。不知道大家对我这个现在这个妆面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是跟我以前化妆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虽然说我没有画眉毛，然后也没有画眼线，没有涂睫毛膏，但是确实是现在我看相机里面的我，感觉有一点点陌生。